Hello，大家好啊，我是小甘。今天又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开箱环节，但是今天我们的开箱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今天要一开三个，这三个设备分别是来自举升最新发布的 NT1纯转盘，然后是高登，也就是 GoldWave 的序曲 Pro WiFi 版本。大家看到这两个，想必心中就会明白一些东西了。没错，这就是一套转盘，再加一个解码耳放的一套桌面组合。然后呢，这一套组合那肯定要配上相应的耳机嘛。所以我又准备了一个来自 Final 的 D8000 Pro DC 这一款全新的头戴式耳机，这样一个转盘、解码耳放一体机，再加耳机，这么一个三件套来组成今天的开箱。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开始开。首先登场的呢，就是这个来自举升的 NT1。不好意思，大家有点重。这个设备它是一台纯转盘，也就是说它是不带解码也不带放大的一台设备，它只能够输出数字信号，然后需要我们额外的解码器对它的这个数字信号进行解码放大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听到正常的音乐的。这一台型号叫做 NT1，价格是23800，下面还有一个型号叫做 TT1，那个 TT1的话是10800。在开箱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设备的差异，因为这几款产品还伴随着另外一个时钟嘛，一共3个型号，这3个型号都是刚刚过去的上海耳机展上面最新发布的。TT1 的话就是万元价位的那一台，它是没有这个 NT1 的这里面的60瓦的线性电源的，然后预留了一个 DC 输入口，可以说您去购买第三方的线性电源，用给那个 TT1 进行一个升级。第二个区别就是这一台 NT1 支持那个 SFP 光电模块，我们通过这个模块可以实现一个光电隔离。另外就是这台 NT1 的话，它还支持那个时钟，它可以搭配一起发布的那一台 SC1 时钟来实现一个音质的最大化。然后还有一个区别，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台定位更高的 NT1，它内置的那个 USB 输出，它的一个品质要比 TT1 要更好。大概就是这4点区别，分别是电源、SFP 模块、时钟接口以及 USB 输出口，大概就是这些差异了。其实就我个人的使用场景来说啊，我认为 TT1 对我而言应该是够用的。那既然厂家给我发了一台 NT1 的样品过来，那我也不能够拒绝嘛，对不对？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打开试听一下，顺便把这个设备给它配置一下。因为这台是全新的，大家可以看到，等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配置的过程到底有多么的流畅。好，这个就是本体了。其实它比我想象当中要小，大概我这个 iPad 10寸呢，两个 iPad 的尺寸。这个尺寸对于我们家用啊，或者说放在电视柜里面、器材架上或者电脑旁边，我认为都是非常合理的。然后配件的话，就是一根电源线，还有一把螺丝刀。这个细节做得很好嘛，因为我还准备了一套螺丝刀。就是用来等一下拆它那个 NVMe 的那个硬盘的，它里面没有内置硬盘啊。大家如果说需要装硬盘的话，自己淘宝上面去购入装进去就可以了。这种硬盘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写入速度非常的快，并且没有任何的震动，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一种固态的形式。我自己也算半个电脑爱好者嘛，所以这些年来不瞒大家说，这个硬盘买的大概得有20-30块了。我现在自己的电脑就是6块，全部都是 NVMe 协议的了。但是 PCIe 5.0的硬盘我还没上，因为大家普遍反馈那个硬盘发热比较严重，因为一旦发热的话它会掉速嘛，所以我还没玩到那个级别。好，这个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NT1 这台设备上面来。简单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背后，时钟口 AES-EBU， 也就是数字平衡输出，同轴75主抗的，是 RCA 接口的，然后光纤。光纤这个接口其实在很多数播上面它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光纤我认为还挺好的，因为光纤可以给我的 MD 录歌嘛，对不对？然后 AIS 也就是 HDMI， 理论上来说啊，这个 AIS 接口它的一个传输速率是最高的。然后 USB-DAC 这个 USB-DAC 的声音是做过特别的增强处理的。如果说您的解码器没有 AIS 接口的话，用 USB-DAC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围绕这几种接口，它的一个声音风格差异，也是论坛啊或者说发烧友们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我的理解就是，不妨把这几种线都配一下，
自己去听哪一种好听就听哪一种，因为这4种口除了声音上面存在一些差异以外，在高采样率的支持方面也存在差异的。因为 DSD 256之类的，它是需要用这个 IIS 接口去传输的。如果说你用同轴的话，大概率只能支持到 DOP64，支持128的机器都不是特别多的。所以这个大家按需选择即可，玩嘛肯定是要对比一下，对不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会更加的倾向于使用 USB DAC 这个输出口，因为我自己在 USB 线这一块有一些存货。然后这2个口都是5伏1安的，这2个口用于就是您连接 U 盘啊，或者说移动硬盘，然后一个碗口，还有一个 SFP 扩展模块，这个模块就是那个光电隔离的了。不瞒大家说，我没高玩到这个境界，所以关于这个模块我没有太多可以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然后 Tiger。这个的话 ，out 和 in 可以与您的功放之类的设备用一根3.5的线怼上去之后，可以进行一个触发，也就是开一个机器，所有在这个链路上面的 out 和 in 连在一块的设备，比如说您接一个功放、一个解码，再加一个转盘，对吧？只要这3个设备都支持12伏触发，那这3个设备您只要按其中一个，3个设备都会打开。然后电源接口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送的电源线就是普通电饭煲线啊。这个机器有一点我非常满意，就是它的这个外形与我们传统的 HiFi 设备在设计语言上面，我认为是做出了一定的区分的。这个外形放在我们家里啊，或者说您放在书桌上面，它不会有任何的突兀感，并且它正面的这些散热孔开的也是一点都不违和的。所以说这台设备的颜值，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这里我就用这个内置的这个我们俗称叫电饭煲线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啊。背面打开，正面电源一摁，好，哇，这个屏幕有点像我那个冰刃式的那个笔记本的副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带鱼屏。有一些电脑发烧友他会买这么一块屏幕放在32寸显示器的下方，作为一个监控页面，这就开机成功了。好，接下来咱们来简单的配置一下。这里我掏出我的这个暂存版 iPad， 大家不要介意啊，这台 iPad 有点年头了。这个 APP 目前是支持就是 iOS 还有安卓端的，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你这看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不好意思大家。这个左下角，对，在这里添加设备 NT1， 下一步。好，前面说过 NT1 和 TT1 的一个差异，也就是 TT1 的话是支持 WiFi 还有有线2种连接方式嘛，然后这台设备的话，它是没有 WiFi 的，它只有这个网线。以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不好意思。网络设置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光纤网络，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光电，我这里直接就有线网络就完事了。然后这里有个 IP 地址，这里我把这个 IP 地址输进去，然后直接进配置就可以进行这些设置了。这些设置除了在这个平板上面可以调整以外，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前面板上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比如说像这个输入通道，它可以 CD 或者流媒体。CD 的话，就是这个设备它可以额外连接一个 CD 光驱，比如说淘宝上面那种几百块钱的 CD 光驱，怼上去之后基本上都是能认的。在这里有一个外部时钟的话，就是连接他们家那个 SC1 那个时钟。如果是连上去的话，就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开启了。然后机身存储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NVMe 硬盘。再多的就不说了，因为这期咱们只是简单的一个开箱和试听，以后有机会我来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分享。至少目前来说的话，试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这个开完了，接下来咱们开另外一台设备，也就是金哥老师的这一台序曲 Pro。我们今天开的就是这个 WiFi 版本。说到这个 WiFi 版本，可能有朋友就要想了，你带个 WiFi 你是做什么用的？它这个设备啊，它的 WiFi 是用于一个网桥功能，也就是说您只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推流，它本身是没有 APP 的。注意，它是没有 APP 的，它是用来推流的。比如说您的手机支持 AirPlay 或者说 DLNA 投放，就可以把音乐推送到这里面来。它本身是不能够插硬盘啊，或者说插 U 盘来进行一个本地播放的。我去，看到这里，想必镜头前的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把这两台设备一起开了。它的宽度还有深度几乎是一致的，而且这个黑银搭配我认为也不难看了，挺漂亮的。因为机身这个搭配到位之后，颜色上面有一点点这种错位感或者说反差感，我认为也未尝不可。
因为在设备里面啊，其实它很多设备它是有一个统一的叫做国际标准长度的，比如说像430毫米就是一个标准长度，还有 1U、2U、3U，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机架或者说机柜里面啊，它 1U 就是一个厚度，1U 大概是这么厚。我这里简单比划一下啊，不好意思。它那个的话，就是所有设备都要遵循那个机架的标准，就是一个设备如果说是 1U 的话，就占用机架的一个格子；2U 的话就占用2个格子。也就是说，这个机柜里面您可以并排放下1、2、3、4、5、6、7、8、9、10，可能很多符合规范的设备。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当您把这些设备都塞进去之后，您这个机柜直接推走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再拿出来再怎么样的，不需要的。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就是舞台演出啊、现场表演啊这些方面去使用。这些都是有严格的工业标准的，但是像这种民用的话就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但是这个尺寸还是让人看得非常的舒服。然后这个设备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背后，前面我们说了 NT1 的输出，好，我们对应到序曲 Pro 的输入了，光纤、同轴，然后 AES、EBU， 然后 IIS 接口。这两个设备 IIS 接口，我几乎可以100%的确定是肯定可以对接使用的。因为举升这台设备我不看都知道，它肯定是支持线序调整的。然后就是 USB 同轴，还有一根 WiFi 了。这个 WiFi 怎么讲呢？大家知道，就是举升支持 WiFi 的设备，它的天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它还是能看得到的。这里希望金哥老师接下来能够把这个 WiFi 做得更隐蔽一点，会更漂亮一些的。然后这两路的话都是输出。这两路输出的话是用于我们连接有源音箱啊，或者说更强的耳放所使用的。这个设备它不像 DA1 我们知道它是有一组那个模拟输入的嘛，这个序曲它就没有了。等于说这台设备必须要用它的解码，是不能够单独使用它的放大部分的，也不能够单独使用它的这个网桥部分。我忘了一件事情，朋友们，不好意思，下面这个设备我还没有打开呢，对吧？这个拆的话，如果特别费时间，我们就留到下次拆哦，不好意思。它的这个拆卸方式也非常的方便，在这个位置，在底部直接有2个螺丝支持22、2260、2280 3种。然后这里的话是做了一个散热器的一个设计，还是不错的。哇，它这个硬盘拆装方式就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很麻烦了。我现在这个硬盘买的还没到，因为作为半个硬盘发烧友嘛，咱们买硬盘肯定去找那个大船货的，对吧？又便宜又实惠。我的建议啊，就是买硬盘的话，尽量选择这种靠谱的大品牌，西部数据或者说凯霞或者说三星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咱们国产的海康威视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品牌。好，我重新插上电，顺便把这个序曲 Pro 也给它通电通上。我在这里一共是接了2个设备跟一根电源线，然后一条 USB 线是连接这2个设备的，然后再加一条网线就没有其他的了。如果说您是 TT1 的话，连网线都不需要，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一下 Import 光纤 AES、IIS、USB 好了，然后输出模式是 HAMP Headphone AMP OK， 然后 XLR 6.35、4.4基本上都全了，没有什么太多要弄的。大家在试听台机之前啊，把音量先给它搁到最轻，否则这个音量对吧？有的时候它不小心搁到最高了，然后戴上耳机，砰一下直接就炸了，所以这方面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的。好，接下来开第3个，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东西就不叫开了，因为它是一个裸机状态的。这个耳机回头我也会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的，就是这款来自 Final 的最新产品第8000 DC Pro Edition 版本。它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 Pro， 一个是不带 Pro 的。不带 Pro 的，根据代理商的说法，就是更模拟一些。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更侧重于情感表达，就是细节啊，或者说声场素质啊，可能就没有这一只好。这个耳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再啰嗦一下啊，这只耳机它的这个耳罩厚度应该是我们头戴耳机里面耳罩最厚的一个了。它这个戴上去之后啊，有点像那个靶场射击的时候有隔音耳机一样的，所以戴上去之后可能不是特别的美观，大家理解一下。但是这款耳机我有2个点，我认为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一个是它的重量，它的重量是不到300克，跟前代 D8000 和 D8000 Pro 比啊，它的这个佩戴体验好了太多了，比大乌佩戴也要好。大概和 HiFiMan 的 H1000U 还有 Sansevieria U 这种耳机佩戴感是持平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线，它的这个线不知道被我吐槽了多少次了，因为它的原线就是之前的耳机的原线，它只有那个 6.35 的嘛，它没有配平衡。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平衡的话，得花钱，是的，得加钱。
而 Final 这一次，我认为算是他们想开了，因为他们居然标配就有4.4一根以及 XLR 一根，这一点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的。因为这根线开玩笑，在他们官网要卖6000块钱一根呢，这个价格对吧？发烧友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次能够把这个配件给到我们用家，算是一个比较有诚意的做法了。因为4.4可以方便我们接驳，比如说像随身听啊，就是播放器。而如果说 XLR 的话，我们上台放也是可以的，并且这2条线还是一长一短2种组合。所以说这款耳机，当然您可以后期选择上升级线，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我们也是要开门做生意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就想用这个耳机，就用这2条原线去听，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我不追求极限，我就用这个原线去听，那我认为也不会构成任何的制约的。好了，不啰嗦了，我要接上4亿耳朵了。这里我就简单的听一下啊。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我来那个 AirPlay 一下。我自己是不怎么用 QQ 音乐的，其实，因为这个设备它是送那个12个月的 QQ 音乐至臻会员，然后 TT One 的话是送6个月，并且在它的这个 App， 也就是 MI Remote 里面是集成了 QQ 音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我们大家的一个日常使用的。咦，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是不是输出通道没选？输出通道对，不好意思大家，这个默认的话是这个数字输出，也就是除这个 USB 以外的另外几种方式，我们需要手动的切换到 USB DAC 就可以了。简单的听了一会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啊，这一代 D8000 Pro DC 比之前的 D8000 Pro 在声音韵味上面，我认为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它的声场以及它的空间感比起之前来说是有一个不小的进步的。然后这台 NT One 的话，就是我目前用的这个 USB 输入嘛，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高精度音源加持下面的一个表现，就是好的音源它可以明显的把音乐的3频给它撑开，并且密度它不会得到任何的丢失。一台好的音源必须要拥有这种素质。如果说去对比一些进口品牌，所以我们再结合音质，还有它的易用性以及它的功能性这么几个方面来说的话，那它的这个定价是不是就非常的划算了呢？那这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就要交由您去寻找了。并且这个设备它的 SFP 模块，我认为是有必要去用一下的。我相信啊，如果说您玩到这个级别，光电隔离之类的，您应该都是有过一定了解的。这个设备我相信，如果说您用光电隔离，再配上它那个3万多的那个 SC One， 那这个时候可能才是它的一个完全体。就像前面说的4-5个差异嘛，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备的上限。那这5个点里面呢，比如说像 SFP 和那个时钟接口，这2个接口决定了束波的上限，也就是它的潜力。也就是说，如果说您不想过于折腾，就想简简单单的好好的去听音乐，那么 TT One 就足够了。但是说您想在发烧之路上面说我再发烧一下，看看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少，我再折腾折腾，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认为 NT One 会更加的合适您，因为它折腾的空间明显要更大。就这一套系统而言，这个耳机是3万多嘛，这一套价格加起来也不低了。这套设备接下来就会在我们原生态的一个上海门店进行一个出样。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试一下。您如果说想听自己的音乐，您带个 U 盘，拷个几十首自己常听的音乐带过来，我们可以帮您接在这个 NT One 的 USB 口上面，您就可以听您自己的音乐了。好的，这期开箱开了3个产品，那本期开箱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甘，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